这是现代搏击与传统功夫的精彩对决。精武英雄的这段打斗在油管上近9000万播放，令一众外国人叹为观止。下面请跟着学徒的解说细细品味。光子终究还是输给了爱情，他不惜一人远渡重洋来找陈真。而在当时中日矛盾日益加深，精武门上下绝不会接纳一个日本女子。说不定日本女人就是这么随便。你自己选择，一是你跟这个日本女人分手，一就是你离开精武门。师兄弟约定了一场比武，输了就要离开，双方皆为虚步驾驶，重心一高一低，霍廷恩更稳，而陈真更灵活。只见霍廷恩跃步上前，以左手冲拳击陈真面门，在陈真侧身闪避后，立刻改为背拳，同时化为爪手抓向陈真。陈真俯身避开，并以拍防挡下紧跟的连续直拳。霍廷恩在右手摆拳抡出后，立刻接转身边拳，这一招足够凶狠，若非陈真反应够快，已吃了一击。在右手拳虚击后，霍廷恩再次转身边拳并接持续出拳，而陈真仍是一味防守。在将霍廷恩右臂擒住后，其立刻做出踩脚动作，同时以2记连续弹踢将陈真迫至死角，随后一个垫步出左腿侧踹，这一踢毫不留情，陈真堪堪避开。震惊之际，霍廷恩再度抢上，以连续的高位腿法进攻。这3连踢极为华丽，乃是传武中的基本腿法，分别是腾空飞脚、旋风腿和腾空外摆连。因为动作幅度太大，很难用于实战，但陈真却仍是闪避。在前面的解说中，陈真以截击技术轻松应对空手道腿法，此处显然手下留情。再以弹腿踢击后，霍廷恩连续直拳出击，陈真一味防守，最终被霍廷恩抓住破绽，双手均被擒下。在陈真向前蓄力挣脱束缚的一刹，霍廷恩顺势出脚踹其小腿，陈真当时失去重心向前摔出，勉强以单手撑地不倒。霍廷恩乘胜追击，出腿扫向陈真，但几记扫踢均被陈真避开，随后以双手猛撑地面翻跃而起。此处陈真的上肢力量令人惊叹，这与他的练功方式密不可分，单双手俯卧撑、单臂引体向上，均是训练上肢力量的有效手段。但学徒以为电影中的这段单手引体应该掉了威亚，因为杰哥的上下动作太垂直，陈真不再一味消极防守，开始进步贴身反制霍廷恩的进攻。近距离身位下，他能有效制住霍廷恩招式，足见其水平要强得多。陈真几次挥拳，但都没有落下，他在暗示霍廷恩自己不愿出手，而霍廷恩更觉得这是羞辱。在陈真犹豫之际，挥拳抢攻，一记正蹬将陈真踹飞。好新闻不需要进入日本走。光子别过头去，不忍再看。陈真满心愧疚，他已辜负光子太多，怎能再让他伤心？于是不再留手。霍廷恩快步奔来，欲使腿法，而陈真直接以转身腾空侧踹将其踢飞，这实际上是一种截击技术。因霍廷恩的飞腿动作幅度太大，随后陈真跳起了移动步伐，这在拳击中应用较多，称为跳步。采用跳步既能快速进攻及闪避，又能放松肌肉节省体力。陈真的招式极为简洁，在快速闪避的同时出拳攻击，霍廷恩一时难以招架。这就是陈真的现代搏击理念，摒弃花俏无用的动作，最简单的攻击才是最直接有效的。学徒以为当今主流的搏击技术，如散打、泰拳、拳击等均是如此，趋避防守、拳法、腿法等动作固定单调，但却极为有效。因为搏击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击倒对方。霍廷恩的观察力非常敏锐，他抓住陈真换步的空隙，虚踢一腿后立马改为低扫腿将陈真扫倒。一击奏效后，霍廷恩再度抢上，先以高位旋踢假装攻击，随后以扫堂腿踢陈真下路。而陈真在吃了一次亏后已识破这一招，他以单手撑地侧翻，同时出腿踢霍廷恩脖颈，霍廷恩登时踉跄倒地。此处陈真的腿法为卡波耶拉，又称巴西战舞，被誉为巴西搏击，因为动作凶险，曾一度被禁止。其动作花哨酷炫，但威力很大，极易 KO 对手。电影的此处钱小豪是真的被李连杰踢晕了，并不是演出来的。霍廷恩出腿扫踢，而陈真直接以腿法截击，并接一记高位勾踢。霍廷恩以双臂格挡后立刻出腿，陈真以双手拍防，随后立刻出右腿正蹬，在霍廷恩倒退之际立刻抢步跟上，以一记凌空2连飞踹将其踢飞。霍廷恩再难起身，胜负已见分晓。学徒以为这段对决陈真占了知己知彼的优势，但师兄却从未见过他的搏击招式。电影的此处意在表达不拘泥守旧，学习外国长处的精武精神，这样才能更加进步。然而陈真还是选择了离开，因为他不能辜负光子。数日前还在日本留学的陈真，因为家国大义，毅然与光子诀别。光子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你去很久才会回来的话，我绝对不会等你。”但他还是放不下陈真，孤身一人来到中国，却正好碰到陈真被日本人诬陷，于是他以自己的名节为代价，编织了一个谎言。那天晚上，我们2个在床上一直没有睡觉。光子为陈真牺牲了太多。我现在已经抛弃一切，
你要养我一辈子喽。因为光子日本人的身份，二人无法在旅馆下榻。陈真无奈，只能带着光子来到师傅坟墓旁的草庐住下。可平静的日子总是很短暂。日本黑龙会第一高手传月文夫前来挑战。还好你们没有结婚，万一他死了。